务社工师安德鲁。大家知道视力不佳的朋友或是长辈有一个很重要的服务叫做读报，主要是提供上述朋友对于世界国家的时事的了解。今天安社工为大家读一则新闻的摘要，来自于报道者这家媒体的实际7月21日下午2点半，全国第一起国民法官案件，经过7月18日到20日连续3天马拉松式审理，在新北地院作出判决。经过3位职业法官与6位国民法官共同评议，判处因杀夫被以杀人罪起诉的被告纪姓妇人有期徒刑7年2个月。审判长在判决后说明，被告乃有选择脱离家暴的可能性，因此没有刑法上期刊敏诉的空间。辩护律师在庭外受访表示，被告是一名善良、保守、传统的女性，完全感受到此案法官对于她的关怀和温暖。她很想念丈夫，会在狱中平静阅读身心灵书籍。未来是否上诉2审，将与家属后续讨论。好的，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下，为什么台湾立下亚洲第一部家庭暴力防治法，以下简称家暴法，25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未尽事宜。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下面说明栏有报道的连结。身为社工，是责任通报的成员之一，今天安社工也要告诉你我们的无奈。首先，家暴法是如何来的？1993年末发生在台北县板桥市，也就是现今的新北市板桥区的刑事案件。犯案人邓如文因长期受到家庭暴力而杀夫，受到人权团体、妇女团体、民进党妇女发展委员会的支援，一审判决的5年6个月徒刑，后来判刑有期徒刑3年。此事并促进家庭暴力防治法于1998年立法通过，使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有民事保护令的国家。杀夫案至今30年有余，而被告目前是60岁左右的妇女，是在一个相当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的。这些环境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有重大的影响。这些年龄群体的一些社会文化环境有下列5种。第一，传统家庭的价值观。60岁左右的妇女通常成长在家庭重视传统价值观的环境中。家庭在台湾文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，强调家族的凝聚力和尊重长辈，以夫为天。第二，妇女角色与期望。在过去，妇女通常被期望在家中担任副职，承担家中和孩子的照顾责任。近年来，这种观念已经在改变，妇女在职场和社会中扮演更多元文化的角色。第三，教育程度。60岁左右的妇女多半接受有限的教育机会，特别是在乡村地区，但随着教育体系的发展，近年来有更多的妇女接受高等教育。第四，社交互动。过去的社会中，妇女可能会因为社会环境而受限于家庭和家人的活动，但现今社会已经越来越重视个人的社交和自我实现。第五，妇女权益。近年来，妇女权益在台湾逐渐受到重视，
许多组织和活动致力于促进性别平等和打破性别刻板印象。在报道中，不难发现被告有不少陈述与当时的文化有关，而这些文化的累积造就了当代之下的妇女对于家庭暴力的矛盾，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还是没有意识到家庭暴力的认知。另外也可以这样说，家庭暴力的种子并没有在原告的身上生根，生活中只有隐忍，因此遇到家暴的问题，我们也更能了解被告当下的心情。通常有这6个因素常造成个案退缩的原因。第一个是恐惧，受家暴的妇女可能害怕揭露家庭暴力的问题，担心自己引起更多暴力或者是被报复的行为，没有办法一辈子躲在庇护所中，而相对人可能出现在自己经常出现的地方。第二，羞耻感，妇女可能感到羞愧或自责，认为自己是家暴的原因，而不愿意寻求帮助或面对外界的批评。第三，经济的依赖，妇女可能由于经济上的依赖，难以离开施暴者或寻求独立。第四，家庭的压力，家庭的社会文化习惯和压力可能导致妇女不敢寻求帮助，或者觉得社会工作人员无法理解他们的情况。第五，心理的压力，妇女可能经历心理上的创伤，影响他们决定寻求协助的能力。第六，不信任，对于机构或者社工人员不信任，可能让妇女不愿意寻求帮助。安社工知道，有很多人受暴都有这一方面的困难，特别是要指控一个曾经对他有感情，而且会有很大的一个失落感。针对判决，审判长说明中的一段话，综合证据与证人证述，被告的确常年遭受先生家暴，有引起一般人同情之处。然而政府家暴防治资源都有提供协助，并非完全孤立无援，有选择其他脱离家暴的可能性。说到有其他脱离家暴的可能性，如果今天脱离家暴的可能性是家破人亡、众叛亲离、无家可归的情况下，家已经不是一个家了。今天的选择选了一个自己认知以外的事件，结果变成自己否定了自己。我曾经听过某位很成功的家暴社工前辈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多年受暴的妇女，最后她离开施暴的老公，结果所有的人都否定这个个案所做的，最后自己也否定了自己，走上了不归路。这是另一个悲歌，不归路也是一种选择。我想不论是谁，最痛苦的还是社工伙伴，因为我们很难在个案受暴的认知中打破它原有的价值，再重新塑造一个新的价值观，能透过这个新的价值观站立起来。在法庭的诉讼过程中，有家访中心的社工被询问，若以事件的全貌欠缺了相对人的社工，难以从相对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个案怎么了。最后我们来谈一谈体制上的问题。我国家暴是民法，相对人没有一个单位能制服得了他，以至于被告被处于一个担心的地步。大家想一想，家暴后，即便去了庇护所后，可以长期居住在哪？多半是回去
跟相对人一起生活，相对人会施暴，在同一个房屋内，每天你跟社工或律师讨论如何跟对方离婚吗？还是要如何对付会打人的相对人呢？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。没有父母，自己不回家可以去哪里呢？所有受暴的人都会问，为什么被打的是我？为什么我被关在庇护所中呢？其次，医院社工经常电联县府要安置受暴者，总是经过很多的程序，例如县府要先评估他是否能入住，要去警察局做笔录等等。多半县府值班的人都很不爱出勤，能推就推，能拖就拖，什么状况都有。而且政府认为医院社工与个案接触，希望医务社工多做一点，帮忙后追这件事情是最无言的事情。因为通报个案，县政府不是每一案都会开案，遇到不开案的后追，真的不知道要追什么，真的很无力。而且政府要医院做功德，从来没有给过补助家暴后追的费用，而政府的系统本来就有人在做这件事，又不是没有人做。这样的保护工作怎样能接得住受暴者呢？现代的孩子从小教育都有家暴的概念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但是政府的立法和行政程序若赶不上时代的变迁，仍然是一部老爷车，永远跟不上时代。希望政府没睡着，眼睛没有障碍，脑袋没有痴呆，希望还有得救。我是医务社工师，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我们下一次